说到共济会，你会想到什么呢？是$1纸钞上面的金字塔和眼睛，还是操控全世界的神秘组织，暗地在各国推动许多神秘的计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超神秘的共济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共济会是个常常听到但却相当神秘的组织。世界上面有许多的知名人物都是共济会成员，他们似乎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包含了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英国首相丘吉尔、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甚至连 NBA 篮球队的这个侠客欧尼尔是。因此呢，大多数提到他们的时候，都会跟一些奇怪的传闻有关，像是我们的世界其实都是共济会操控的，包含了美国独立建国啊、法国大革命都有关系，甚至连登月计划都是共济会策划出来的。那到底共济会是个怎么样的组织？如果它是邪恶组织，为什么这么多的名人呢会加入？然后这些阴谋都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神秘兮兮的共济会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各位观众，报税季又要来了，准备好面对今年的所得税申报了吗？别紧张哦，现在用网络报税认证管道超多元，看你是要用行动电话认证、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都可以，让你不用到国税局排队，只要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够安心报税。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呢，今年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到基本生活费全部都有调高哦。除此之外哦，用手机报税不仅完全不用下载 App， 今年呢更新增了现金缴税、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缴税，以及事办附件上传的功能，让你轻松搞定申报和缴纳流程。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哦，记得在5月1号到5月31号之间申报所得税哦。根据共济会内部的传说，最早的共济会是由一群帮所罗门王盖神殿的石匠而组成的。这些石匠非常聪明，熟悉数学啊，还有物理等等，可以说是当时的建筑师。这也是为什么共济会呢至今推崇几何学，并且呢将上帝视为宇宙大建筑师。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共济会的起源应该是中世纪英国的石匠工会。许多的学界认为呢，在中世纪的英国，鞋匠啊、毛皮商啊、马具工人等等的都已经有自己的工会了，只有石匠没有。因为当时石造建筑很少，石匠很难在一个地方谋生，因此他们只要听到某个地方在造桥、盖城堡啊，或者是教堂等等的大型建筑时，就会从四面八方集结过去。但是这样的状况呢，无法确保眼前这个人是真的懂，还是只是来混口饭吃的。那为了证明彼此的身份，石匠之间呢就开始有了一些暗号，借此来确认彼此的身份，进而发展成石匠集会。这些石匠集会被认为是共济会的原型，不过这个时候的组织呢，仍然是以职业为导向哦。真正转变成现在大家所说的共济会的样貌，则是从18世纪开始的。随着石造建筑越来越多，石匠的社会阶级也逐渐的上升，甚至有些石匠呢有钱到还可以借钱给贵族，帮贵族先把城堡啊或者教堂盖起来之后，再让贵族慢慢的还清贷款。因此呢，开始有些外部的人士对于参与石匠组织感兴趣。对此呢，石匠大方的说：“好啊，只要是对几何学或是建筑感兴趣的都可以加入哦。”到了18世纪初呢，英国人的社交模式改变，开始很爱在外面参加社团交朋友，而石匠跟同好们就在伦敦正式成立了共济会。共济会的英文呢，就是指自由的石匠，而共济会重要符号圆规啊，还有方矩呢，都跟石匠有关，甚至 logo 上面的这个 G 呢，就是象征着几何学还有上帝。当时的共济会还有好几条的规定哦，其中最重要的3条分别是：1、不分贵族或平民阶级，所有的会员兄弟一律平等；2、相互包容彼此的宗教跟种族，不要介入政治的斗争；3、女性跟奴仆不准入会。在18世纪初期的时候，背景之下呢，就连美国都还没有独立哦，法国大革命也还没有发生，能够提倡阶级平等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此，很多人呢都想要加入共济会，或者来这里找顾客或金主。不过，共济会最奇妙的是哦，他们每个成员都非常的神秘，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家人都不一定知道有加入共济会，只能靠奇特的暗号来辨识是不是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发展出了一些独属于自己的握手方式，例如两手交握时要把大拇指压在对方食指的第一指节上，或者自己的密语博阿斯，也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铜铸名字代表的力量。
此外呢，像在入会时呢，每个人都要宣誓自己不会透露共济会的任何秘密，如果透露的话呢，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有可能会被割喉或者是舌头连根拔起。而且要守护共济会的秘密呢，即使杀人叛国也在所不惜。那虽然越来越多不是石匠的人加入共济会哦，石匠的比例越来越少，但是共济会延续着这个中世纪石匠工会的传统，把成员呢分成入门学徒、技工、导师3种职称。而且正式的共济会会员呢，还会有自己的石匠围裙，在共济会的正式场合可以穿着。像是美国的元首华盛顿呢，在美国国会山庄的启用典礼时，就是穿着共济会的围裙。甚至有一说是哦，整个仪式呢都是从共济会仪式挪用过来的。这不免让人想到一个传言哦，就是美国的建国会不会根本就跟共济会有关？不只是美国国会山庄的仪式啊，跟共济会有关哦。历届美国总统里面，就至少呢有15人是共济会的成员，甚至包含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华盛顿跟富兰克林也都是共济会成员。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在$1的纸钞上面的金字塔跟眼睛，也跟共济会早期的标志“理性之眼”非常相似。这难道只是巧合吗？有学者认为哦，这会有这么多的关联呢，可能跟过去欧洲各国的殖民历史有关。过去有许多的军人被派驻到海外，孤单他们很需要找到伙伴来抚慰战争的创伤，因此一个接一个加入兄弟情感联系紧密的共济会，而共济会因此迅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处，尤其是美国。这可能就是许多美国的开国将领都有共济会背景的可能原因。而此外呢，学者也认为哦，美国的许多仪式跟共济会有关，可能呢是因为当初建国时，为了要舍弃欧洲既有的王权仪式跟象征，再加上共济会提倡阶级啊还有宗教平等的形象，所以才参考了共济会的仪式跟象征来凝聚国家的认同感。不过有学者认为哦，$1纸钞图面上面使用上帝之眼，其实比共济会还要早开始使用，所以可能很难直接说纸钞的图样是受到共济会影响的。但话说回来哦，共济会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充满了神秘的符码，真的不禁让人怀疑哦，共济会是不是在秘密的筹划着些什么事情？关于共济会的阴谋论呢，从古至今都不曾消失，还层出不穷。例如，很多人不太懂为什么他们要一大群男生关起门来打扮得很奇怪，明明不是石匠呢，还叫自己石匠。天主教这个宗教审判呢，就曾经怀疑过他们是在弄撒旦崇拜，或者呢根本是在搞男男的性爱趴。而且尽管他们的会章说容许各种宗教共同存在但仪式时呢，还是说敬拜宇宙大建筑师，使得天主教啊、美国福音教的这个新教团体以及伊斯兰教都抵制共济会。此外呢，因为入会就要宣誓，只要泄密呢就会被杀掉，所以曾经有人怀疑莫扎特的死亡是因为他在歌剧当中的《魔笛》里面引用了大量共济会的思想跟象征，才会被下令暗杀。那由于共济会有许多的会员呢都是名人跟位高权重者，因此呢也谣传共济会的财力雄厚，政界的势力庞大。有些说法还认为他们其实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包含了美国建国、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统一都是共济会在操弄的。甚至呢，有人说美国的登月计划其实都是共济会主导的，目标呢是要让他们能够在月球上面举办共济会的仪式。关于撒旦崇拜啊，还有性爱趴等等，比较是外人基于对共济会的不了解而延伸出来的想象。共济会表示他们那些好像说漏嘴就会被杀掉的言论，都只是为了加强仪式的戏剧效果，并没有人真的因此被杀。此外，与其说共济会支持美国建国、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统一，不如说是这些支持者跟共济会成员有高度的重叠。毕竟共济会就是聚集了一群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的人。而另外呢，美国本来就是共济会的大本营，虽然第2位登上月球的太空人博兹·艾德林呢就是共济会的成员但还是无法证明登月计划跟共济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由于共济会实在太过神秘所以即使呢到21世纪，仍然有许多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他们还是很疑惑，如果他们是清白的，为何要鬼鬼祟祟的呢？2005年英国国会曾经规定，为了提高国会的透明度，增强公众对于国会的信任，国会议员必须要声明自己是否是共济会的成员，来减少可能有裙带关系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共济会的秘密说穿了就是没有秘密，因为摊开共济会的所有资料都只是普通的兄弟会交友组织。这仪式跟秘密的本质呢，只是为了借由仪式去塑造一种认同，借此来区别出成员与一般的人的不同。也就是说呢，共济会的最大秘密就是为了保密而保密而已。
由于各国各界呢都对共济会相当不信任使得越来越多的会员拒绝在会所外使用暗语或符号，担心会被排斥和孤立，共济会也因此难以吸收新的会员。这也是为何近年呢共济会一改过去的氛围像是伦敦总会不仅有自己的官网，只要上网登记就可以申请加入共济会的面试之外呢，还租借会所的场地给时尚品牌办活动，还有博物馆让人免费参观，甚至2018年呢还在报纸公开声明说他们真心欢迎大家来共济会玩。而过去严格排斥女性的共济会目前也有部分的会所开放女性加入，或是成立专属女性会员的分会。顺带一提呢，台湾也有共济会，叫做中国美生总会，还是内政部核可的组织，其中最有名的会员呢就是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那为了要努力吸收新的会员他们也大幅的放宽了入会的标准，只要你年满20岁以上，非无神论、无犯罪记录，透过2位的会员介绍呢，就有机会可以加入他们。刚开始研究共济会的时候呢，十分期待，想说平常听到这么多的传说，共济会肯定有很多的八卦可以挖掘。只是越查越困惑，很像在剥洋葱，然后剥到最后发现，他们就是个仪式比较复杂的老牌兄弟会，很难说呢有什么样的阴谋。而那些秘密仪式比起神秘组织或邪教，可能更接近 cosplay 吧。反而呢，大家延伸出来的各种理论每个都曲折离奇。虽然比对资料后会发现可信度不高但不得不说，这些说法呢，甚至都比共济会本身的历史还要有趣。或许这是因为共济会的神秘，让大家有了超多的想象空间，才能够延伸出这些恶传故事。好的，那今天的影片的最后呢，想问大家，看完这集之前呢，你对于共济会的印象是什么呢？ A. 宗教组织信仰奇怪的东西。 B. 统治世界的幕后大黑手。 C. 普通的大叔们的集合处。 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共济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神秘组织。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山达基教是邪教吗？以及百慕达三角洲到底有多危险。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